海到手面。哎呀，第三轮了啊，该讲点原生家庭了啊。哎，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妈妈是开小饭馆的，卖点什么包子、饺子、米粉、面条之类的。我们家的饭馆名字叫好好吃，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。我每天都坐在饭馆里面好好吃，但我们家饭馆的生意还是一般，爸爸妈妈呢就是闲着是闲着，不如就吵点架打点架。饭馆嘛，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哈。我印象里面最深的画面就是两个人忙着忙着，突然就打起来了，从那个店门口打到后厨，两个人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。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盆肥肠，我一盆牛肉的互泼。我们店里面有些顾客明明点的就是一碗素面，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臊子面。而且我是来了上海过后，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臊子叫浇头。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。我爸妈就是这么用的。而且也是来上海待久了过后，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这个叫家暴。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，因为我妈就没赢过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啊，我当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么紧张。你们反正就紧着听吧，我松着讲啊。反正这些事儿，我觉得说出来又如何嘛，是吧？每次我爸爸妈妈一打架，我妈妈就会披头散发的跑回娘家。娘家人没有那么好惹的，马上就要选出一个代表，去讨个说法回来，就选了我舅舅。我舅舅长得跟我一样高，已经算是我们家里当时最高的了，看起来就挺好惹的。我舅舅每次来到饭馆门口，两个袖子往上一撸，站在门口大喊出来，那就是他那天说过最狠的话了。就两口子闹矛盾，家里面的人一般就是坐下来吃个饭，就当无事发生了。我舅舅本来还很生气，但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晕碳了。跑回去唯一的说法就是这个回锅肉还挺有说法的。就我们家的日子就开始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起来了。妈妈一回去，舅舅就会来；舅舅一回去，妈妈就回来。我舅舅后来都三高了，所以我爸打我妈这个事儿，最难消化的人不是我妈，是我的舅舅。直到我4岁啊，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过。我舅舅趁着唯一一次还没有吃晕碳的时候，就悄悄地跟我妈说：“抛嘛，不行就抛。”我舅舅实在是不愿意吃回锅肉了，我妈也决定要跑，她就开始偷偷的在饭馆里面存钱。那个时候卖一碗面，她能存5毛；卖一笼包子，她能存3毛。所以有段时间，她经常就在店里面给客人推销面条。其实每个吃过我们家面条的客人都助力了我妈的逃跑计划。我都在想，幻想我妈妈逃出去那一刻，别人越狱是 freedom， 我妈妈出走 noodle。一个凌晨，像往常一样，我爸爸还在熟睡，我妈妈已经系好了围裙，从家里去饭馆的路上，突然就消失了。我后来问他，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契机决定要走的？他说当年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，有看过的吗？有看过的吗？看过的你们也有点年纪了哈，你们反正是。我妈确实太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了，她不说话的话，饭馆的生意会更差。就这个电视剧把我妈妈一个艺人都听 emo 了，她看着看着就在想说啊，还能这么打？越往后面看越说，哎，还能这么跑？我妈跑了过后，其实我爸爸那边的所有3亲6戚都对我爸爸发起了直达灵魂的羞辱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住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他在存钱的时候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怎么可能就找不回来呢？中国就这么大。”我爸爸真的受不了羞辱了，他决定学习冯远征，亲自远征，去我妈妈娘家找人。其实我妈妈就藏在村子里。但村子里所有的人一看我爸爸来了，平时最爱扯闲话的几个大娘就靠在村口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几个人就，哎呀，那个跑了，跑到上海去了，不是上海，北京。哎呀，你们都搞错了，
跑到美国去了。我爸爸听完过后说，难怪我说怎么中国找不到啊。我妈其实最后是通过失踪2年才成功的自动跟我爸爸离婚的，所以法院判决那天出庭的人只有我和我爸。我觉得我妈妈挺勇敢的，她的缺席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女性，因为她知道挨打的她离不了婚，她就只能成为那个消失的她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啊，但当时法院的氛围就是这么紧张。你们紧着听吧，反正法官是松着判的，把我判给了我爸爸。当时他对着4岁的我说：“小朋友，你是想跟着爸爸呀，还是想自己出去单干呢？”我妈其实中途一直都有偷偷的联系我，所以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，我都有一个看得见的妈妈。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跑。我长大过后，我才开始真正的不理解，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不早点跑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忍到我4岁你才跑呢？我妈说，她说因为我在存钱。我就问他去哪儿了，他说从云贵川跑到江浙沪，从大西北跑到北上广。我一听跟我去年专场巡演的路线一模一样。但我是背着包袱去讨生活的，我就在想我妈是怎么生活的呢？我觉得我低估了我妈妈。她是系着围裙跑的，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跟一个扛着梯子的男人一样，可以随意的出入任何的公共场合。就哪怕是联合国开会，我妈去了，保安一看到她，她说：“哇哦，包子饺子普利斯。”就算哪天他真的饥肠辘辘无处可去了，他甚至可以随机混进一个饭馆 ，cos 里面的服务员，自己给自己打员工餐吃，就被人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跑嘛，反正从饭馆跑他熟。而且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，我现在跟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。我在成都的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。其实我从中专毕业过后就一直在疯狂打工存钱，直到我接触了喜剧，我发现演一场即兴喜剧我可以存200，演一场单口拼盘我可以存300，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演拼盘，因为我知道爱拼才会赢。我妈妈看我这么疯狂的存钱，她也挺紧张的，生怕我要跑。我说：“妈妈，这个家。”没有人需要再跑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。哎呀，到双悦！哎，朋友们好，朋友们好，真的，节目播了，看了吗？哎，我录节目录2年了啊，上一期播出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段子，弹幕上还有人在问，他怎么来的月经啊？一个男的。哎，怎么光看得见我的美式前字，看不见我的少女心事？好了，哎，我真的，我少女心事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，也没有上过北大，但是我有一个真的不怎么让我省心的妈妈。我18岁刚刚出来毕业工作的时候，就赶上了我妈妈第1次车祸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她活得很好哈。因为后面还有第2次、第3次，也不用紧张，她到现在也活得很好。我之前一度也就思考过，我妈妈是不是去碰瓷的。我后来发现她就是单纯的运气不好。我妈这个人就那几年经常被车撞，就是一个红颜车祸水，你知道吧？第1次是被汽车撞的，第2次是电瓶车，第3次是自行车。我妈妈现在走到路上要小心一点，滑板车。而且3次都是意外，甚至都是她走在斑马线上被撞的。我都在想，什么意外能来3次？就遇上孙悟空的白骨精，半夜起来开门的诸葛亮，孟母的家，大鱼的门，成都市双流区张女士本人。我还去找人给我妈算过命，真的，那个算命的他说我妈跟路不合。
那是我第一次不信命的时候啊。我说那不然让我妈一大把年纪了去当空姐啊。她第一次出车祸的时候腿撞骨折了，我当时赶到医院，隔着病房的毛玻璃，我就看见我妈病床前站着一黑一白2个人。我当时以为我妈要走了，我看清楚过后，我才发现是医生和肇事司机。当时把我气的，我都想直接冲进去骂那个司机。我想说你眼睛瞎了呀！结果我冲进去过后，他们跟我说是我妈没看红绿灯。但是那句话已经顶到嗓子眼儿了，我还是大喊：“我说你眼睛瞎了呀，妈！”而且我18岁啊，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，我就想问他一个重点的问题。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撞到他的？那个司机就说：“我这么一开，你妈就这么一飞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是这么当的空姐哈，是。”而且司机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看着我当年留了一个蘑菇头，就长得有点像金龟子哈。他说：“你还是去找个你们家能管事儿的男人来谈吧，我跟你一个小女孩都聊不着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全家都在这儿了。”而且你怕小女孩干什么是吧？你怕什么怕？怕我节奏火辣，怕医院太大，怕我太会还价。我们 CDC 就是这样子哈。而且我们家当时真的很穷，我那一年在成都的春熙路上卖衣服，我妈比我好一点，她在一个大厂里面当保洁。我们都是为了生活一心向前冲，就像斑马线上我的妈妈一模一样。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缠着司机硬要钱，他留个电话号码就要走。我当时凭一个女孩的直觉，我觉得电话号码说换就要换。我说能不能加个你的 QQ？ 因为我觉得 QQ 比电话号码重要嘛，谁会舍得说换就换？你挂等级太难了。我一看他 QQ 3个太阳，我心想这把稳了。而且都到过年了，他还在拖欠医药费。但18岁的我办法多的是，因为我这么聪明的宝宝，从小就爱喝飞鹤奶粉。聪明的小脑瓜瞬间就来灵感了，还得是飞鹤。不得不说，这个 QQ 真的加的太对了。我发现他的单位就藏在他的相册，我直接去空间里面给他留言，我说你有钱充黄钻，没钱给我妈。你都多久没来看他了？过了一会儿，他同事就在下面给他回复说：“你玩的挺大呀。”啊？你私生女都会发说了啊？第2天他就到医院里面来把钱给交上了，该说不说挺有诚意的，把他老婆也一块带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没有想到过，我妈妈出车祸这个事儿真的像刮刮乐一样，刮开一次，里面写着再来一次。但他第2次被电瓶车撞的时候，我已经20岁了，心态上成熟了很多。春熙路就是这么磨练人哈。我当时早就已经是我们家里的顶梁墩了，而且我有了前车祸之鉴嘛，我就发现啊，穷人简直太好被打发了。我这一次要拿回属于我的所有，坚决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家既没男人又没钱。这还好，我从小就在想办法，老子办法多的是。我直接去剃了一个板寸。谢谢，你的板寸是学校给你剃的，我的板寸是社会给我剃的。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金龟子了，我是当年的韩红。我直接去超市里面买了一包最好的烟，我到了医院见着司机，我就开始拆烟，给他递烟，压着嗓子问他，我说：“就你撞了我们家太太。”司机直接被我镇住了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老爷。”一直给我道歉，我就带着他去交钱。当时感觉一切都像2年前一模一样，连我妈被撞的那条路都还是在天府大道。太离奇了，韩红老师听了都要忍不住感叹一句说：“这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。”我妈一看医院里面钱也交上了，太太乐了。但是等这一切都结束过后，我还要骑着我的电瓶车去上班嘛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雨，
雨水就顺着我的板寸往下流，都辣到我的眼睛了。当时我就知道，人还是应该留美式前刺。还淋湿了我的那包软中华。我当时边骑车想哭又不敢哭，因为我必须看清楚了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行人。这个钱不能从哪儿拿的就花在哪儿，对吧？就那几年，邻居老是看见我把我妈抬着进进出出的，我们家的日子呢又越过越好。就总感觉我们是在做什么局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妈的车祸越出越多，我的头发就越剪越短，我肩膀也越长越宽。但确实那几年没有什么人敢欺负我们，我后来也就慢慢习惯留短头发了。我现在之所以敢站在舞台上讲王悦纯女的，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短头发来保护我自己了。我现在已经有麦克风了。而且学会扛事儿就要付出代价。你看麦克风为了扛事儿都留的光头。我给我妈说过，我想写她出车祸的事儿，她说写呀写呀，我这辈子简直太好笑了。因为在我妈那儿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。我感觉我妈妈前半生真的很传奇，她被撞了3次，居然只是完好微损，简直是我心里面的神奇女侠。我现在甚至都觉得，人一辈子不出车祸才是意外，每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才是奇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王悦，谢谢。哎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总决赛了。我第1轮的演出就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一个段子，大家看了吗？我讲那么多的段子，现在网上很多的人只记得一个事儿，就我讲了我的胸型长得像一个8字。前2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，他发了一个视频，他跟他朋友打麻将，打出去一张8万，喊了一声王悦，我都不敢往后拉，我怕桌上有人喊碰。我想直接给他评论，我说这个王悦可以胡，但不可以碰哦。其实我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，我胸就长成这个样子，也不要一直盯着看哈，就是。我妈妈当时给我买了2件调整型内衣给我穿，我当时就是初2、初3的样子，正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好年纪，我就会穿着去打。但是那个内衣的钢圈啊，真的梆硬，有的时候穿着穿着它会跑圈，你知道吗？那钢圈一戳出来，真的扎心了，老铁。而且调整型内衣有一个特点，它特别紧，我每次穿上它，我需要调整我自己的呼吸。我穿着内衣在操场上，每次刚刚这么一投篮，那个内衣直接窜上来，卡在我的脖子上，顶到我的下巴。就那场比赛全程甚至都没有人防守我，我被我自己的内衣防得死死的，我都不敢拿着球，不敢投篮，一投篮下巴就被盖2个大帽。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，海绵太厚了，哎，那个海绵厚到你有的时候直接扯出来，可以拿去洗碗。有时候你把它扯出来，它甚至就是一个碗。你这样夺它一下，它半天都弹不回来。打篮球嘛，难免会有一些肢体上的触碰。有一次我打着打着，那个男的突然就给了我一下，立马就给我道歉，他对不起，我犯规了。我说啊，没有吧？我都感觉你没有碰到我。他当时就看着我哕下去了半边胸，半天都没有弹回来，他吓惨了。就围着我一直看，他说你这个，你确定你没得问题哦？你8字都只剩1撇了。当时全操场的男生都围过来看我了，我真的觉得很尴尬，但情急之下我就只有把另外一边也摁下去了。但是这个调整型内衣我穿了1年多就没有穿了哈，因为它确实跟我的8字不合。我妈妈也放弃了，她发现我把每一件调整型内衣都穿成了我自己的形状。我的胸有自己的 slogan，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做自己。但我最近因为出差越来越多啊，一次性内裤变成了我现在的生活必需用品。
我这个身材真的很难买到大小合适的。其实网上很多商家的我都买过，最大号的我穿着都小，穿吧也穿得上，脱下来得剪开。而且一次性内裤真的太薄了，我就拿着那个内裤看，我直接看到了我的掌纹，我感觉它沾点水能当面膜，这真的是个宝贝哈。拿在手里怕碎了，穿在身上怕化了。一次性内裤，你首先是个内裤吧，你要保证你最基本的功能兜底。你有这么透气的材料，你拿去做内衣呀？我感觉我这辈子真不容易，我买个内衣比我八字还硬，买个内裤比我命还薄。今年3月份我去加拿大演出去了，也演到国外去了哈，现在哈。315刚好就爆出来一次性内裤有问题，而且是安全问题，我当时真的天都塌了。你说你小我也认了，你薄我也认了，你跟我说这玩意儿有毒，那臣妾真是错付了。就好像你扛着香火去庙里，山高你也认了，路远你也认了，一到庙门口跟你说住持被抓了。专门看了新闻，他说这个东西不卫生不消毒，最重要的就是荧光剂超标。什么意思啊？把我们全部整成萤火虫。我穿这个内裤唯一的好处就是走夜路再也不用害怕了，老子自己就能开远光灯，真的。我当时一下觉得特别沮丧，我都穿过太平洋了，我都没有穿过一条合格的一次性内裤。我当时就看着那一堆漂洋过海带过去的问题内裤，穿吧可能会出问题，不穿吧也没有人知道。那几天我去了路易斯湖，我路过了尼亚加拉瀑布，我甚至站在一个国际的大舞台上，享受着雷鸣般的掌声，但我还是觉得很空虚，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底。当时看了新闻过后也是爱女心切，一气之下把我在家里面囤的40条一次性内裤全部给我拿去洗了，加工成2次性内裤。他非要说这个东西拿开水烫了就变干净了。我说那些做脏内裤的是因为烧不开水吗？还隔着时差给我发视频，就坐在客厅里面把我一次性内裤一捆一捆的往开水里下，下进去就散开了，我感觉他在烫响铃卷儿。我从加拿大回家那天，我家阳台上甚至多了一道窗帘。我心想也别加拿大了，大家拿，谁愿意拿谁拿。我看了都害怕，我怕邻居举报我们家，说这里才是制造一次性内裤的窝点。但是我最近终于买到合适的一次性内裤了哈，是一个孕妇用品，太好穿了，真的。但我每回都会把包装扔得远远的，我怕别人给我爆出去，说你别看他在台上留个板寸，私底下孩子都有了。就是最开始买的时候不会选尺码，我一点开里面 S 号到9个叉，我不知道我是里面哪个叉。客服给我说你怀到几个月就是几个叉。我先买了个2个叉的不行，又买了个3个叉的也不行，后面我才知道我的宝宝6个月了。但现在商家都懵了，我这个账号买6个叉，足足买了6个月了，这怀的是个哪吒吧是？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？逼得单身做孕妇，逼得月子坐月子。我的要求真的很低，我就想要一件舒服的内衣，一条合格的内裤。你不要把我整得喘不过气又兜不住底的。而且那些做毒内裤的商家，你抓进去过后，日子也别让他们过得太舒服，就给他们穿调整型内衣，钢圈最硬的那种，穿大概3年以上10年以下的，把他们全部都聚拢起来，唱铁圈累。反正他们又不怕累，
他们的良心又不会痛。我觉得这个才是调整型内衣最该调整的地方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。好，我是王悦。哎，朋友们又见面了，真的。哎，我去年上完节目过后啊，一直在全国各地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大家有看了的吗？看了，没有看的不好意思，收官了哈。其实现在就是演的越多啊，我这个越容易暴露自己没有文化，真的。我是一个中专生，很多时候呢，多多少少有点自卑啊。去年专场演了有30多个城市，现在专场演完过后有一个环节，大家应该知道是吐钱环节，就是先写上观众的名字，后面写一句祝福。这个环节我在全国各地演的都很顺利，直到我来到了上海。我搞不懂哈，你们上海怎么每个人都有个英文名？我英语真的很差，写都写不来，真的。就吐钱环节啊，站在那儿，简单的什么 Amy、Lily， 我还可以猜一下。但你要是跟我说 Emily， 哎，我真的迷离，我云里雾里，你知道吧？有一次个观众跟我说，他说我叫索菲亚，当时我的笔尖杵在那个纸上，杵了半天，我写了个 so。我又不想让他觉得我很没有文化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那个索菲亚的索，该不会是误将上下而求索的索吧？我真的很恨我自己，真的，因为明明我家里的衣柜就是索菲亚的，怎么平时晾衣服的时候我就没有多看几眼它是怎么拼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回去看了，写的就是索菲亚。汉字跟我写的一模一样，真的。哎，我英语这么差，去年还去国外巡演了一圈哈，现在也算是国际演员了啊。走了一大圈。其实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澳洲的时候，心里真的很紧张，一落地被一个白人警察拦下来，盘问了我好多问题啊，我一句都听不懂。当时把我急的，我说不晓得，听不懂。他直接给我翻了个白眼。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白人的白眼，全是白眼人。但是我才反应过来，我是不是有点太自卑了？我明明都会说 no， 然后他后面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说 no no no， 最后把警察的 no 笑了。警察说哈哈哈哈，it's okay。我觉得一点儿都不 OK， 因为我从他那个 harm 里面，我就听出来了。他觉得我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可怜，我当时一边往里面走，心里又觉得有点羞耻，但电光火石之间，突然有一句英语就传到我脑子里面，我转头就问他，我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他说 No， 我说It's okay。我一个中国人，我为什么要会说英文？但我好像经常因为这些自卑啊闹一些洋相，真的，我就想起来，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，那是我第一次出洋相的时候，16岁，当时正在准备中专毕业要实习了，我毕业于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。朋友每次听了都问我，你是教的是汽车人吗？是？所以你们也很容易想到，我毕业过后很难找工作。我当时就决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中专对口的工作，我就去了5星级酒店里面端盘子。那天到了后厨啊，很快就领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工作服，是一件白衬衫。我当时打开看，我觉得自己都要当上白领了。我一看衬衫 S 号的，真的白领了。而我根本就不好意思给别人说，就不敢提要求，说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件？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，我们的校训就是适应社会，适应社会。那个衬衫我穿了10分钟，社会真的很难适应，勒得我根本就出不赢气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扣子从上往下扣到一半就扣不上了。我一看，这不就是个车标吗？奔驰。后来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把那件衬衫穿上了。我一照镜子，妈呀，米其林！
主管就开始训话，当时现场有6、7、10个人，我站在第一排。主管说：“来来来，大家都看我啊！”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突然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，大家一下就都看我了。这个喷嚏有多大啊？我当时打完，直接把我打到第2排了。与此同时，我肚脐眼上的一颗扣子，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，啪的一声就崩出去了。哇，那一瞬间世界都安静了，只有我的肚脐眼在说：“哦，天亮了吗？”有一瞬间，我真的想过把这个事儿赖给别人，但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。主管捡着那个扣子径直朝我走过来，他说：“这是你的扣子吗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我的肚脐眼的盖子。”全场轰的一声再次炸场，我没有想到我的幽默让我更加丢人现眼，现在还是肚脐眼，你知道吗？朋友们，16岁的我也曾是少女。那天是我第1天在这个社会上登台亮相，我当时简直衣衫不整又整不了衣衫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刻我在捧腹，别人在大笑。那个主管跑过来问我说：“你那么一大堆大号的，你为什么不管别人要一件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敢。”他说：“扣子都敢崩，你有什么不敢说的？赶紧去洗衣房里面拿一个3到5个叉吧。”我还是很难受嘛，一路我边哭边跑，还有捂着晾在外面的肚脐眼，在楼层里面穿梭，我就是，我真的很像一个赶着去被杖毙的宫女一样。进电梯我还要喊一声：“帮我按一下，谢谢。”对面的人根本就没有犹豫，直接一巴掌按在了我的肚脐眼上。就他这个理解能力啊，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我的同学。换好衣服过后，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去面对所有的人，我就等到他们散会，我才敢鼓起勇气推开后厨的大门。当时推开过后，那个空间里面只有2样东西，一个单词就能概括 ：excuse me。后来那个导演跟我说这是2个单词，我就说了我英语不好啊。但其实那颗扣子我一直留到现在了。后面呢，我也干了大大小小10几份工作，然后也出过一些不少的洋相。但每一次在敏感、羞耻、尴尬、自卑找不到解法的时候，我都会把这颗扣子拿出来安慰一下自己，给自己说一声好 ，It's okay。谢谢大家，荣月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荣月。哎，我是一个来自成都的女演员啊，美不美？谢谢谢谢。其实我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困扰啊，在我们那边。在路上遇到人打招呼，一般就会叫帅哥或者美女。我长成这个样子，每次路上不管别人叫啥，我总会下意识的回头。我说耶，都在叫我。那后来就有观众说啊，他说哎，我其实觉得怎么叫你都不合适，最合适的就是叫你一声老师。我说哦，你该不会是想尊重我吧？但我第一次在台上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。我说哦，什么老师啊？他说韩红老师。在工作里面也是啊，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3天2晚封闭式的培训。我当时进酒店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给我安排同住标间的是一个姐姐，她还带上了她3岁的儿子。我刚推门进去，小朋友就拉着我的衣服在那儿，哥哥哥哥。我习惯了，我工作里面跟我见了4、5次的客户，他管我叫王哥。但小朋友的妈妈一听就不得了了，立马就站出来纠正他，义正言辞的，瑶儿。他不是哥哥，他是个姐姐。小朋友才3岁，他的人生根本就经历不住这么大的变故啊！立马就哭了。他妈妈一着急，赶紧就改口了：“哎呀，你不准哭了，他就是个哥哥。”朋友们，小朋友不哭了，我有点想哭了。我感觉我这个人的性别吧，是男是女，我自己说了不算。要根据当时的人情世故来看，就感觉我这个人吧，性别还挺随和的。
个事情到了晚上，他的爸爸给他的妈妈开视频，朋友们，那个拥挤的房间里面，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，你知道吗？那边就在问，瑶儿，好不好耍？小朋友，好耍好耍，还有个哥哥跟妈妈一起耍。小朋友说完过后，电话那头跟电话这头都沉默了。那个姐姐甚至有点病急乱投医了，她把手机摸出来往我这边转，她说：“你要不然在视频里面跟我老公打个招呼，解释一下。”我说：“会不会更说不清了？”但其实她把手机往我这边转的时候，我已经就是把声音调整成夹子音了。没想到视频一转过来，那边说：“哎呀，是你呀，王哥。”其实我在生活里面经常都会被别人认成男孩子啊，我自己不介意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假小子，性格也比较独立要强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嘛。哦，你们也不用这么沉重啊，也不是你们搞的。我那个时候就不想一个人跟着我爸，我就会偷偷的跑到公用电话亭去给我妈妈打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她在电话那头哭了整整1分钟。我本来想着等你哭完了我再安慰你嘛，结果那个公用电话5毛钱1分钟，我只有5毛钱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上，我妈在电话那头给我哭完了。这个事情过后有了前车之鉴，我又存了5毛钱去给她打电话，一接起来我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你很想哭，但你先别哭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我。”我妈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懂事啊？又哭了1分钟。”而且我们两个那时候很少见面，有一次我去陪她玩嘛，就快开学了，我妈把我送到那个火车站，坐车回我爸那边。我当时在进站的路上，远远的我就看见我妈在那个广场上，2个手扶着那个栅栏，一边哭一边跟我挥手。我当时心里其实很难受，但是我一想，铿锵玫瑰绝不回头。但是我后来还是实在没忍住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我一看，2个警察跑过去了，一边一个手把她摁在那个栏杆上。当时把我吓惨了，我赶紧给我妈打电话，警察接的。我说：“哎，你们爪子哦？你们咋把我妈抓了呢？”警察说：“她是你妈呀，她的头卡到栏杆里面了。给你照了半天的时候，你头都不得回一下哦。”好，请掌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个女演员啊，看得出来吗？大家？谢谢，我也是个中专生啊，是。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？哎，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，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，你知道吧？那年我刚好18岁，包里面只有500块钱，就是饭也吃不上，住的地方也没有。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。我刚好那天走到路上，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，他说：“嘿，帅哥，你找不找工作？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。”朋友们，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他当时说完过后，我直接给他交了400，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，你知道吧？我上午交的钱，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。我们是一帮人去的，在一个写字楼里面。哎，去了过后，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，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，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。我说哦，那我要体验体验。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，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，你是大甜甜。朋友们，你们也看得出来，我跟这3个字啊，只有大跟我有关系。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，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。50个男的呀，哈哈。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：show time。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，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，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。你们想嘛，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，那都是要进猪笼的。那我们主管跟我说：“哎，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。”我一想，我不进猪笼，谁进猪笼？我就开始上班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。
我早上去了，到公司一打完卡，坐到电脑面前，我就开始复制粘贴。哥哥早上好，哥哥早上好，叔叔早上好，阿公早上好。日复一日，哥哥早上好，哥哥早上好，叔叔早上好，阿公不在了。我那段时间甚至啊，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。很简单，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，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。哎，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，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。发完了过后，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，他说怎么样，帅吧？瞎系男友。我都要回答，我说哥哥好帅啊，哥哥好生动啊，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？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，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。怎么说？就早上啊，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，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，我都在想，男人碰到我，你跑不掉啦。但其实直到1个月过后啊，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。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，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，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，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，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。什么意思啊，朋友们？我越想越不对。我看了那个消息，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，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，来诈骗别人。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，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，果然把他揪出来了。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，你们肯定听过。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，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。好啊，我在前面情投意合，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1盒。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，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。恋爱应该微微发酵，喝茶应该缓缓生香，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。我转头一想，我的哥哥们，危险危险危险！不行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。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，但没有人相信我。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？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，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，我就给他们看手相，凡是发了图过来的，我就会回他，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，最近情路坎坷吧，小心人财两空啊，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，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。那边回我，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？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，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。我走之前，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，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我说朋友们，我要去结婚去了，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，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。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，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。我自己总结了一下，谨防网上诈骗，一定小心网恋。如果非要网恋，想想我是甜甜。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悦。哎，没想到吧，一个女演员后面接了一个看起来不像女演员的女演员哈。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留守儿童啊。你看我每次讲到这儿，没有一个人信。有的人问我，他说是把你留在食堂里面了吗？是。我小的时候是我奶奶一个人带大的，我奶奶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。小的时候教育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，她强任她强，你必须比她强。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么胖，其实挺瘦的，但我奶奶就觉得太瘦了，你出去容易被人欺负，她就带着我去一个中医那儿买一种开胃的药丸。医生说吃半斤就够了，我奶奶太要强了，她说不行，她至少都要吃3斤。我说奶奶，我吃不下3斤。她说哎，这个药丸不是开胃的吗？咱们先吃半斤，你开胃，那2斤半不是就吃下去了？我后面就越吃越胖，越吃越胖。我奶奶都着急了，跑到那个中医那儿去问，她说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丸，把它给我整回去。而且我小的时候不仅发胖啊，脾气也挺急躁的，有的时候晚上写作业，写着写着把那个作业本全部划烂，
我奶奶为了纠正我，让我变得更平静，就在我们家的客厅上贴了一句名人名言，就是急躁引起高血压、心脏病，损伤脑神经，发疯发癫，横杠刘世清。就你们也不认识这个人吧？这是我奶奶的名字。而且她要求我每天起床过后在客厅里面大声朗读20遍这句话。我前面其实读的挺平静的，我在那儿急躁引起高血压、心脏病，读到15遍过后，我越读越急躁。我在客厅里面急躁，我奶奶在旁边，对了，平静。有的时候你喊完吧，你不仅有点高血压了，你甚至有点低血糖了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奶奶那个时候就从我幼儿园啊，她就觉得一个强者就应该多才多艺，她让我去学小提琴。我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，手又比较短，捏不到前面那个琴弦。每天早上，我奶奶负责帮我把琴头提起来，我就用我的下巴和锁骨夹住琴，然后拉琴。那会儿还有锁骨啊。我一度以为小提琴就是别人负责小提，我负责琴。就到了1年级啊，他让我去学民族舞，因为有一天啊，他给我洗澡，他发现我屁股还挺翘的，腰就一定好。这2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关系。而且最开始老师是不想收我的，我奶奶带着我去拜访了3次，每次去的路上就给我打招呼，她说你一会儿到了，你就给老师哭，你就说跳舞是你的梦想。我到了第3次，我真的哭不出来了，我奶奶哭了，她说其实跳舞是我们2个人的梦想。我真的不适合跳舞。我们那个时候考级，所有的小朋友都要穿同样的衣服。老师给我发的裙子，我拿到手上，扣子在这儿，扣眼在这儿，完全就扣不到一起。我奶奶连夜把家里面的窗帘扯下来，给我缝了一溜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。第2天早上啊，我醒得特别早，没有窗帘就是晒啊。考级当天，我真的穿着那个裙子，我大气都不敢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怕我跳着跳着，突然那个裙子就崩开了。你说真的崩开了怎么办？老师跟我说什么？老师只能说把你窗帘给我拉上。后来考过8级过后啊，我实在就考不上去了，因为越来越发胖嘛，就这个样子了。我奶奶还是要坚持鼓励我跳舞，每天早上6点钟就让我起来练习下腰。我有的时候真的一下下去过后，我的头穿过我2条腿，刚好能看见我们家墙上贴的名人名言，只能看到4个字：发疯发癫。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围过来看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王月下的这个腰啊，像不像我们小学课本里面学的赵州桥？哎，我前段时间去河北出差啊，我真的亲眼看到了那座赵州桥，我一下就特别想我奶奶，真的。虽然她现在还活着。我奶奶还比较与时俱进，她知道我讲单口，经常会在朋友圈里面发我专场的演出信息，我的海报，当我的站奶。知道我今天要来上海参加比赛，一大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你就好好的去比赛，安安心心的，奶奶哪怕在天上都会保佑你的。我说奶奶你在说什么呀？他说其实奶奶买了早上最早的一班飞机，来你的现场给你加油。所以今天你们也不用找了，他不在，他不知道要提前报名回去了。我刚才看了时间点啊，这个时间他刚好又在天上保佑我啦，谢谢大家。好爽嘞！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女演员啊，看得出来哈。上节目了，现在百度上都能搜到我了。昨天我妈给我发了个截图，上面写着王悦，喜剧之王单口季选手，性别男。哎，别人上节目是痛失艺名，我痛失性别。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长得有这么壮了，所以在学校里面老是被别人当成男孩用。
有的时候开学嘛会换教室，把我分配去抬桌子凳子，我一口气抬了40多张啊，把我累的都有点微微出汗了都。我一转头，我看3个男孩去领新书，抬着同一摞书，还要在那儿1、2、7，我们整层楼的女生都疯了，全部站在那个走廊里面，快看呐，快看，他们好帅啊，他们抬得好稳啊！哎，我都心想，我说怎么这么轻易就能得到这么多的称赞？当男的好好啊！哎，别人讲这个可能有点阴阳怪气了，但我是真羡慕啊！哎，我确实我很喜欢我自己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。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真的很爱研究我，就大家老是在网上讨论什么男性凝视、女性凝视，我觉得我是被男女老少凝视。就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对面的人就会不自觉的从我的头发看到我的喉结，再看到我的胸膛。就不管我在讲什么，对面的人永远都是短头发，没脖子，而且我每次还要站在那儿等他们研究完我才能走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尴尬。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，最见过世面的就是卖卫生巾柜台那儿的那个阿姨。哦，我也是会来例假的哈。我每次往那儿一站，她看都不看我，直接过来问我平时量大吗？我说阿姨，你要不要看看我？你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吗？她说有，平时量大吗？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需要凝视的地方，这个阿姨居然选择了无视我，而我觉得好有安全感啊！我真的很想一直就待在那个柜台里面，但我想了一下，还是要鼓起勇气往外面走一走。我不可能这辈子只买卫生巾吧？我量也没那么大。超市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而且很多人都说小朋友3岁看到老，我3岁你们能看到吗？我妈都看不到。我妈在我3、4岁的时候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，就是我们隔壁家的男孩啊，20多年了，我们2家人就各自搬迁，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前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突然就去成都旅游了，突然就去我们家拜访了，这个事情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挺突然的。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。我下班回去的路上接到我妈急匆匆的电话，她说你下班了吗？赶紧出去躲一躲，千万别回来。我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她说大3天一家人来了。哦，就是男主。他比我早出生3天啊，我们邻居都管他叫大3天，管我叫小3天。这就是最早的情侣 ID。大3天，多么远古的一个称呼啊！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，但我脑子里面蹦出来一句话：逃跑吧，新娘！我就真的躲了。但我越躲越生气，我觉得当时订这个娃娃亲，明明是2家人一起订的，为什么现在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份无法面对？我要让他也无地自容，我就回去了。当我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很紧张，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怎么办，怎么办？但我很清楚的知道，只要我推开这扇门，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们一家人了。但我推开门的一瞬间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尴尬使人忙碌。我妈噌的就从沙发上弹起来了，开始在家里面扫地。我其实一眼就在人群里面看到大3天了，已经没有我印象里的模样了，干净的寸头，宽厚的肩膀，跟老子长得一模一样。怎么还长出夫妻相了呢？是吧？哦，不是刘仁成啊，不是刘仁成啊。我们俩四目相对，他也很尴尬，他说，我说，我一转头，我妈扫到厨房里去了。大3天的爸爸也很尴尬，还是我先开口打的招呼，我说叔叔阿姨好。他爸爸在那儿听这个，好。我们这次来呀，主要是来旅游的。他们那天来的时候提了水果，提了牛奶，就是没有提这门娃娃亲啊。就我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其实挺传统的，
但我那天凭一己之力，我就让他们一家人都意识到，有些传统就是糟粕。但话说回来，他们一家人走了过后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。我就去问我妈妈，我说你为什么下意识的就会让我躲起来？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是？你在家里面扫的都有静电了，我们俩头发在那儿立着。但我妈给我的回答其实挺戳我的。她说我虽然不想你伤害到别人，但是我更不想别人伤害到你。哦，那一下我就觉得，原来卖卫生巾的阿姨她通过看不见来尊重我，我妈妈通过躲起来来保护我，但是我更喜欢站在舞台上让大家看见我。什么男女老少宁无所谓，我就站在这儿，大家可以尽情的凝视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悦。朋友们，见面了，真的。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，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？有认识的吗？有吗？认识。去年确实一整年，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也演了很多场。说实话，这个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，我痛经。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，真的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。其实我每次来月经，我从第一天我就开始痛，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，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，就连撞7天啊。我上一次来上海，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，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，突然就来月经了，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，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。没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。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躺在地上很虚弱，我说痛经。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？我又补了一句，我说女的。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想女的？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，真的，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。但我除了痛经啊，我还月经不调，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，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。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，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到点儿了他又不走，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，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，应该叫领导。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？大家都有领导哈，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。你掐指一算，你说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。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。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。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，但是退休延后了啊。这个月经不调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，我要调。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，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，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。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，给我抓了药，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，那个药也来点儿，到最后他都问我，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？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，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，我真的。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，我就回成都，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，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。那天我老早就去了，一到诊室，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胸。我怎么好意思嘛，我胸又长得不好看。我虽然没有身材，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。他长得像一个8字。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，我的8字还挺硬的。
哎，医生接着问我，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？我说我是 XL。他说我问你，问的是你的染色体。妈呀，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！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。医生也很难为情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观察你，长了一圈小胡子，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，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。”妈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一套安卓，一套 iOS。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，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。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，我头有点痛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，我就去了。说实话，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。我都在想，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？我出走半生，归来竟是少年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，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，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，哪怕他去世那天。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，我是一个假2件。”我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。等一下，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。爸爸能等。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，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，一路我都很紧张，我也需要一个结果，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，很像站在产房门口，真的，别的话都别说了，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。医生说：“恭喜啊，女孩，全女孩，158斤的大胖丫头。”朋友们，我活了快30岁了，真的。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，知道吧？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，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。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。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。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，看了你的报告单啊，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，说白了有点超雄，你知道吗？你雌性激素太少了。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呢，你慢慢的。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来医院看病的，我又不是来求子的。你让我这个样子，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？我一想，我说，哎，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。还挺有责任心的啊，但我后来在想，居然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在考虑，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，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。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，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，你知道？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。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。我说啊，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？那个药我买了，就几10块钱一瓶，我现在也在按时吃。说实话，月经已经好多了，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，补充上来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关于医学、婚姻、男人、痛经。我觉得咱们能花几10块钱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10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。